台下立刻火热起来。这时校领导的女儿对恩友说，那个和医学院前辈即兴表演的就是恩杰，之前说过的，医学院前辈是恩友的爸爸。一直到现在，恩友突然意识到原来爸爸也懂音乐，他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和父母的美好时光，还有那个特别能吃辣的爸爸，最后确认了妈妈的初恋情人，那是年轻时的爹地。坐在台阶上，后悔这几天干的傻事。同时，李灿说最后这首歌献给个妹子，乐队的一切全因他。大家都以为是试金，但光束并没打在他身上。不管咋样，演出得继续。演出很快就落幕了，恩杰真是担心的不行，没签完就溜了。但李灿被粉丝围住了，签完再走吧。可是把我挤得透不过气来。庆功晚宴上，演出太成功了，吴马洲请客大餐，但李灿心情差，他生 F4 的气，觉得他们太没良心了，连清雅缺席都没察觉。你们真是没良心，承诺风雨同舟的人影都没了，整天就知道吃饭。那天晚上，清雅收了李灿好几条传真，这家伙本以为机器出故障了，后来又怕清雅生病，最终站在门外等着，急切想见到他。清雅掀开窗帘，看到李灿躲躲闪闪，心里软了，故作离开，却跟他碰了面。李灿不懂他今天怎么没看演出，还说一直等着他。这时清雅心意已绝不再来往，遂责怪李灿叫聋哑人看演出，意图让他成众人笑料，亦或是借残疾人显得自己善良，或是炫耀乐队多牛。李灿拿出手语指南，跟着书上的动作向清雅解释，音乐不光要听，也得用眼睛心灵去体会，别装酷了，真叫人反胃。李灿没搞懂，要是这样，为何这会儿还帮着乐队？可能是为了自己。也提过交朋友，跟喜欢他。清雅掏出本子，匆忙写了几句给李灿后就走了。同时，恩杰在等恩友回家，直截了当的道歉了。没料到恩友也说了对不起，并告诉他以后别见面了。总之就是不想被恩杰烦了，他不打算挑谁。恩杰不懂为啥被当作坏蛋，咱们以后也没什么见面的必要，毕竟咱俩生活在两个世界。恩想亲自查证下，妈当年的初恋是不是小时候的爸爸。在另一边，李灿在看清雅留的便条，庆典一结束，不要再去找他，他俩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李灿摸摸脖子上清雅做的拨片，好像下了什么决心。清雅其实这么决定，心里特别难受，他在画室悄悄哭到没眼泪。转眼间，恩杰回家了，刚好听见校领导的女儿在电话里提到恩友像换了个人似的，突然计划出国。他想起恩友之前的话和他坚决的神情，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事，赶紧跑到路边叫车去机场。其实恩友正在带着行李，准备回到23年的世界，离开他来到的1995年。他不听工作人员的劝止，直接闯进了入境区。这时候恩杰刚到机场，他要去的是出境区，可最后一架飞机已经飞了。换句话说，在恩杰看来，恩友肯定上了那趟国外的机。画面一切换，恩友坐在街边，让雨淋在自己身上。没错，撑伞那人就是恩杰。恩友终于开诚布公，说的非问爸妈个事，可现在迷路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，他怕要是永远找不到家怎么办？放心吧，别担心，我会想办法，不管用什么方法。但是现在你先留在我身边。恩友握住了恩杰的手，选择跟他留下。他好像终于找到帮手了，希望还来得及。男孩追上女孩说喜欢她，结果被直接拒绝，脸色立马就变了。原来恩杰跟恩友一起打车回家，他帮着拎行李，不小心看到了托运单和恩友的本名，但恩杰没多想什么。保人一踏进屋，恩佑一脚不稳，行李箱啪嗒落地，蓝牙耳机弹飞出去。他怕被恩杰看见，赶紧踩住，可恩杰虽然没吭声，心里却在打鼓，让我帮你提过去吧。走进屋里后，杰恩偶然瞅见恩友正在搜他妈妈过去情人的信息，好奇的想要靠近一探究竟，却不小心撞倒了药瓶，捡起来一看才发现是安定药。但更令人诧异的还有，你了解 Coda 吗？因为这名词在95年的韩国还不常见。有解释，这是他在美国一个聋哑朋友那儿听来的。俩人从此确定了恋爱关系，之后就回家了。恩杰意外看到天上多了个月亮，这时候柜子里的电话铃声响了，那个怪店主说旅程快要结束了。不一会儿，等天上挂着2个月的夜晚来临，
两个世界的门就要打开了，回现实的机会只有那晚。但是几点几分，哪个地方却没说清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找到李灿了。对于提早走开的庆典说声抱歉。事实上，我知道你喜欢恩杰，对吧？李灿常常看到恩友对恩杰笑得傻傻的，连演出时都没往他这儿瞅一眼，所以他猜出喜欢的人是恩杰。但李灿仍想感谢恩友，因为有他这次庆典过得真快乐，玩得痛快不后悔。刚来学校，乐队几个被叫去校长室，他们还以为打架的事儿露馅了。校长得知会开除他们，恩杰听说这情况，急忙跑到排练室。原来是因为他们庆典表现太棒，校长想让他们去参加全国青少年乐队大赛，名头是年轻人的风采，在更高的平台上亮相。其实校长有自己的小算盘，坚持要我们乐队战胜他老同学校的日营，但全国赛事得唱原创歌。李灿就建议下星期一起去写歌营，既留下美好回忆，也能增强团结。这么一来，吴马洲认为咱们还得找个造型和摄影师，谁去告诉我恩友和清雅呢？已经这样了。恩杰鼓起勇气向李灿坦诚，结果李灿先开口了，说恩友已经道歉了，嘱咐恩杰要善待他。两人误会就这么消了。晚上，恩杰跟清雅说了创造营的事，可清雅不但不参加创造营，还说以后的事情自己做主，不用恩杰参与了。同时，李灿写了封道歉信给清雅，想发传真时就撕了，地上满是没寄的信，有话始终没说出来。第二天，恩杰打扫泳池，看到恩藏角落里，一问才明白原因。老师让恩友当众弹琴，他很抗拒。这时候，恩杰突然不想离开95了。我们走吧。不，我不回去。我在逃学，你没听见吗？咱们一起逃课吧。逃课途中，有好奇问恩杰啥时候开始喜欢他，以及为啥喜欢他。恩杰直说回国后很喜欢他的直爽，也就是恩杰始终喜欢的是恩友，而非世京。另一方面，李灿路上偶遇清雅，就悄悄跟着去了，一直跟到画室。在他眼里，清雅的每个动作都闪闪发光。午休时间一到，清雅还没人提醒，就自个儿忙着。等他发现时，四周已经没人了。画面转换，男生在去食堂的路上拦下清雅，邀他一起到旁边咖啡馆说说话。这人搞不懂为啥被无视，不停逼清雅到墙角，差点还要动手。他的朋友这才告诉他，清雅其实是个聋哑人。真的是听不到吗？快点都过来！李灿抓着那俩东西进了巷子，脸上的伤痕说明他赢了。李灿原本打算讲道理就完事，可这帮泰迪私底下说他清雅假清纯。他一听这个，立刻就暴怒了，他骑在那人身上狠狠揍了一通。另一边，恩杰把镇定剂还给了恩友，很好奇为什么要吃它，还有是不是因为不想弹大提琴。其实是因为世京硬要女儿幸福，为了讨妈妈喜欢。有趣了一次，贵族子弟互帮互助，扩圈子的聚会，家长们去收买评委了，孩子们要注意形象。这样他交到了第一个挚友，但不久后，挚友选择了结束生命。世京不仅没有慰问女儿，反而嘱咐他别让人知道朋友自杀的事。刚得到头筹的，从那时起开始患上了奇怪的疾病，什么声音都听不见，但医生怎么检查都找不出原因，没办法只能看心理医生。医生给他开了安眠药。妈妈想通过女儿补偿自己的不如意，但希望落空了。这就是恩友的经历。与此同时，李灿因为斗殴被警察带走，被泰迪狗咬死的是他欺负的清雅，加上清雅当时根本听不见，李灿立刻陷入困境。突然奶奶闯进派出所，温言细语的请警员管教孙子。这是谁同意的？江昌直。听到这名字，原本凶巴巴的警员立刻恭敬地走到老太太面前。原来奶奶之前收养了江局长，得到他的精心照顾，这才顺利进了警校。但警方还没接到放人的通知。奶奶说她逛了好几家案发地周围的店，找到了目击者。听后，泰迪群失去了强硬劲，认了对清雅调情的事。出了派出所，奶奶透彻了孙子的心意，她提议和清雅吃完再走，可清雅没答应。那晚祖孙俩一起踏上了回家路。灿星联系奶奶去找见证人，但奶奶坦言自己撒了谎，因为她信任自己的孙子。孙子出手只有2种可能，为了正义或救人。老人家还提醒，如果只是因为同情而喜欢，那就算了，毕竟他一个人生活在别的世界，已经够孤单和苦了，如果会让他受伤，还不如不开始呢。换个地方，恩姐之前给的镇静药变成糖果了。恩姐的话
在脑海回响，等你能自己发亮，希望你能放光彩。这时候，清雅正打算写信解释，突然接到了传真。画面一切，清雅匆忙赶到，只见李灿一人。李灿以为用他的名字请清雅不会出现，所以才这么做。他把事先准备好的本子翻给他，说喜欢我是你，你让我心动，竟然不承认，为啥不来校庆？你怎么不来创作营啊？我本来想在校庆唱歌给你听的。李灿打算就在这儿给清雅唱一曲，你信吗？梦里的你，好像被魔法困住的公主，虽然通往你的路一路坎坷，但我一直很坚定。穿过魔法之城，趟过沼泽，看你在暗洞里远远的，现在尝试牵我手，感觉咱俩在空中飘吧，咱们正自在。眼前展现的世界，李灿忽然忘了歌词的手势，他焦急翻书的时候，清雅紧紧拥住了他。他表情感的唯一方式。4日，恩杰和恩友，李灿跟清雅这俩情侣加乐队伙伴踏上创作营之旅。火车途中，恩友对恩杰说，自己决心要好好活一回，绝对不容许被甩掉，不论你不再老实本分，还是像之前那样搞失踪，你都休想全身而退。不一会儿，恩友去了洗手间，突然恩杰的手机响了，查看时信号断了，他赶紧往车厢交界处找信号去回电。而洗手间的恩友也收到了店主的来电，店主告诉他，梦幻之旅即将结束，机会难得，仅此一次，如果错过了就得一直待在95年。不过他已经找了个助手，还说那人虽远实际很近。这么一说就挂了。恩友急忙找信号跑出了洗手间，突然发现对面的恩杰也在找信号，老板说的那个时间旅客，老板提到的那个助手。恩友，是你吗？恩杰，是你吗？为了避免队友怀疑2个穿越者，火车还没停稳我就冲出去了。恩杰和恩友正式互相介绍了，一个是2023年生的清雅之子，另一个是世经之女。两人知道真相后都很震惊。恩杰坦诚这段时间追求恩友是想帮父母重聚，因为他突然回国并对李灿有意。恩杰担心父母不能复合会影响自己是否能出生。恩友装作妈妈是因为恩杰当天搞错了，以为自己是世经，还提到了李灿的故事，错把他当成妈妈的旧爱，想促成他们俩好，因为恩友不想出生。另外，李灿找了夜乐器店老板，请他接纳恩杰和恩友去创作营，老板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同时，恩杰向恩友透露，爸爸李灿并非天生耳聋，事实上是个高中时发生的事故造成的。他还说自己已经成功干预了。杰觉得他穿越就是为了这个，那我呢？我到底为什么会穿越过来？正想着，老板发来了信息，一路上老板老是偷看恩友，还故意不看他，感觉里面有故事。创作空档，李灿怕清雅闷，就送他一只像自己的猫。原来比手画脚报名字太麻烦，改叫对方外貌或性格了。李灿好奇清雅的脸名是清澈之音，小时候妈妈给我取的。看着清雅，李灿有点不好意思，看他像忘了那段伤心事，赶紧说这名字真好听。清雅也为李灿取了个外号叫光阴，他虽听不见，但能感受到李灿弹奏时特别闪耀。清雅希望他别担心他，作为乐队主唱就全力以赴搞音乐，他既不孤单也不觉得被冷落。我有眼睛能看，有心能感受，还有让我开心的事要干。李灿哪来的胆子，竟然直接亲了上去，这一吻让李灿彻底变了个样。故事好像正往 happy end 发展时，校领导正忙着布置他的计划。李灿送清雅回家时，嘱咐他要是被人欺负，一定要立刻给他打电话。明明到了该分手的时候，却舍不得转头，就在手心轻轻敲了几下。如果4周只有公话，你这样用力震灵。偏偏这情景被校领导撞上，他在门口强忍怒火，刚进房立马给了清雅响亮一巴掌。虐待就像家常菜一样开幕。你居然敢笑我！清雅这回终于爆发了。原来家里是继母统治的天下，手下的仆人收了钱肯定听他的。如今外头多了新欢景，身边也有愿意听我倾诉帮我的友人，我告诉你怎么说话。清雅警告继母，如果再胆敢动手，就得让他的坏事登上报纸。继母哪会甘心吃这个闷亏。与此同时，清雅忙回自己房间，向李灿发传真，求他帮忙逃出牢笼式的家。还没发送，继母就冲进来，像起初虐待他一般，抢走了他的求救信，当着他面撕毁。
让佣人把他拖走。可成熟的清雅奋力挣扎，继母直接把传真机砸得粉碎。清雅跟小时候似的冲出房间，直接扑到爸爸怀里。继母马上一副新表情，孩子却害怕地喊了声爸爸。父亲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继母就把清雅抢过去，用狠毒的眼神给他警告，假装同情可怜也帮不上忙。孩子只得再次闭嘴，还不经意显露出他教育的成果。孩子为了能说话，爸爸勉为其难同意了继母，却不知道孩子会受困在漆黑的仓库，四肢还被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恩杰回家了，看见家里仆人神色不对，甚至不敢看他，还有家里碎了的传真机，马上觉得清雅遇到麻烦了。恩杰紧紧抓住佣人，威胁要报警，逼他说出他去哪了。恩杰推开库房门，似乎看见了12年前那个小妞，他给墙壁涂得满是画，一看就知道他受的苦没法数。最新的画作是西瓜糖组合，终于被你找到了。躲猫猫游戏终于告一段落，恩杰忍不住了，紧紧抱住妈妈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他决定要带她去找他真正的家人，但继母威胁说要带走清雅，简直就是绑票。他劝恩杰趁自己心情好赶紧回家里去，他可没想到这次他算错了，小看了他拯救妈妈的决心。恩杰说等清雅爸回来再商量，想见女儿就找他，还要让后妈尝尝恶果，明白恶有应报。然后他俩就走了。看后妈那副样，明显是要出招了。恩杰带清雅去了李灿家，跟他们讲了所经历的。奶奶一听，立刻痛骂后妈连畜生都不如，穿着人皮不做人事，哪怕用光所有积蓄，也得供清雅吃穿生活。李灿好想立马去教训继母，让他明白自己干了啥。可是奶奶告诉他，外人不宜管别家事，何况清雅爸不在，得为清雅考虑啊。去找麻烦或许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。李灿头大如斗地离开了房间，恩杰马上跟了出去。原是李灿最讨厌的就是只顾挣钱，对女儿置之不理的态度，跟自己爸一样，沉迷赌博，到处躲债。我又没求他把我生下来，他也没问过我同不同意生。既然留下我了，也不能让他那么轻松，起码得充当我的出气筒，这才叫做父母吗？另外，奶奶挑了些干净衣服给清雅，知道她这阵子挺难过，孤单，却还是长得这么美，真不简单。要是再被人欺负或锁库房，别忍着赶紧跑到奶奶这儿来，或者直接搬来跟我住。清雅头回感受到外人的温暖，泪珠子似断线般往外流。与此同时，李灿平静了些。回到小院时，奶奶正带着清雅他们打着花牌。直到那时刻，恩杰才懂得原来父母也有苦涩岁月，他们克服了那些难关，才有了现在出色的自己。次日，恩友查了很多，发现妈妈世金其实是白夜老板的私生女。他本来想把这件事告诉恩杰，但恩杰先说了清雅的事，所以私生女这话题就暂时搁置了。他们聊着，恩杰突然提到哥哥恩浩。恩友听到后超级吃惊，因为他会手语都是哥哥教的。原来恩浩之前说的那个女孩就是恩友。忽然恩友回忆起恩浩曾说过，事故不是节日前夕发生的，就是说李灿还将失聪，少年为了救街上的孩子，被喝酒司机撞得飞出去，听力大受影响变聋哑。2023年他儿子恩浩把这事改写成小说，给恩友讲了一遍，所以恩友才坚信地对恩杰说，意外不在校庆前夕发生。他怕李灿听见，就拽着恩杰跑开了。而那起意外的日子是明天。而在另一头，奶奶为清雅买了许多新衣和必需品，她不确定孩子要住多久，但愿哪怕只是1天，也能住得舒服些。还有奶奶打算缝一床软软的新被子给清雅，确保盖好被子能睡得安稳。但清雅听不见奶奶的话，这令奶奶感到有点难过。李灿想出了个绝妙主意，他请镇上的师傅做了一个黑板原型，奶奶把想说的写上去，再给清雅看，这样祖孙俩终于能交流了。他们3个真心开心。李灿和清雅俩人早早就尝到了对方的甜蜜，谁料到危机正悄然逼近。与此同时，恩杰难以置信哥哥的言语，因为平时他总是爱开玩笑，但恩友认为没人会用父母的不幸来打趣。毕竟这故事不是恩浩编的，而是从他爸朋友那听来的。那是发生在23年前的事。吴马洲在医院碰到了恩杰爸，但恩杰爸没像重遇老友那样高兴，反而选择了避开。于是恩浩就和吴马洲在咖啡馆聊天了。他好奇他爸高中时能不能听见，所以吴马洲才说了那次事故。恩平目前线索决策，明天不管怎样，
恩杰得跟李灿待在一起，他就守在避过的路上，这样即便出乱子，也能有备选。那你要是受伤了咋办？别担心，觉得危险我就马上跑。恩友说还没到2次满月，只要咱俩在95年肯定能拦下。可等恩杰到家，俩警察忽然冒出来，有人举报他劫持了清雅，肯定是后妈做的怪。咱们走吧，我也得跟你们讲几句。可是警车没往派出所去，恩杰马上就意识到了，这帮人是假冒的。原来后妈出大价钱雇了些亡命之徒，打算栽赃恩杰绑架清雅，迫他签下承诺，再塞他上偷渡的船。因他查过恩杰没身份，无亲无故，根本别担心啥后果。承诺书写的太扯了，得承认是为绑票勒索，故意搭上清雅家，已经弄到了赎金，死了都不会见到继母。被几个歹徒威胁，恩杰没办法签了字。后妈拿着那假承诺书，笑得合不拢嘴，想要把恩杰除掉。正当他计划得心应手，清雅他爸提前回家了，后妈急忙挡住，不料仓库里后妈早堆满了东西，还贴了新壁纸。没想到清雅他爸直接把他推开，撕下墙纸露出来的女儿12年来的涂鸦。后妈眼珠一转，撒谎说清雅天性倔强，上学路上胡闹发狂，不止摔东西还咬人，然后就把自己锁在这，仓库变成他的避风港。这是我专为清雅留的房，你竟敢这么对我女儿！清雅爸气炸了，狠骂家里的佣人帮凶，搞得他女儿心都碎了，命令后妈和其他帮手统统给他滚蛋。可继母死活不愿意，说没正当理由他才不走，还怀疑清雅爸被恩杰给迷惑了，说恩杰别有用心，绑了清雅就是为了敲诈钱。他想着家里脸面，甚至报警都不敢。他那么费心，怎么就白费了呢？不过话还没说完，恩杰就推开了客厅门。继母瞧见这幕愣住了，应该早死的人突然冒出来，吓了一跳对吧？原来恩杰有清雅爸派来的秘书保护，为了多搜证据故意持旧。清雅爸不再隐藏，他收集了继母受贿、偷税漏税的证据。恩杰兑现了承诺，让继母尝到了因果报应，体会失去奢华享受的痛苦。爸爸救儿子时被车撞飞好几米，也就是回到过去的恩杰，未能改变李灿的命运。恩杰揭露继母恶行后，就告知李灿可以接清雅回家。李灿路上还是担心，嘱咐清雅不必勉强原谅爸爸，不开心就回来。奶奶和自己总是支持他，但李灿要走时，清雅抓住了他。这些日子里，他们俩的感情变深了。李灿挡在清雅前面，清雅害怕地躲到他后面。清雅父亲还没说话，李灿就要求单独谈谈。奶奶虽然不会手语，但跟清雅聊得特别欢。然后他掏出手语书，跟清雅爸说，只要想表达爱，学手语就行。有句话说过，做父亲就是在孩子社交前挡住所有困难的盾牌。李灿承认自己没这样的爸，但他希望清雅能有这样的父亲。随口一提，那句名言是海明威的，其实是斯汤达说的，是形容母亲不是父亲。但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搞定那烦心事后，恩杰随李灿回家，李灿却建议他早点跟爸爸讨论喜欢的乐队和不想出国读书的决定，这让恩杰想起和爸爸的那场大吵，不知不觉中泪水就流下来。因为那时候的李灿已经听不见了。清雅离开后，奶奶有点伤心。李灿不懂为啥奶奶不喜欢他，其实奶奶怎会真的讨厌他呢？这么小就承受了那么多苦，却没做错事，也没吭一声怨言，没法比这更好的了。4代同堂的家人吵吵嚷嚷的睡去了。那夜吉他的弹奏声将恩杰摇醒，竟是李灿在谱曲，而他正创作的旋律正是师傅传授给他的。恩杰纳闷，不是选好比赛曲目了吗？为啥还自己写歌？李灿解释说，全国大赛一结束，他就要告别音乐，好好读书，让奶奶骄傲，戴上学位帽。现创作是对过去青春的致敬。恩杰建议参与创作，一起完善这首歌，但提了2个要求：上大学前不许公开，明天得待家里1整天。没想到李灿二话不说就同意了，因为他懂恩杰提这请求都是想他好。恩杰心里默念，愿爸爸幸福安康，愿李灿梦想常在，希望他继续照耀。第2天，按计划恩杰陪李灿在家，而恩友在路口守候，预防意外，正巧目睹了那个横冲马路的孩子，但那孩子没听话跑了出去。没多久，恩杰就接到了电话，发生了酒驾车祸事故，意思是李灿避开了意外。可是除了这点，恩友
还得确定一件事。他刚到夜月气店门前，他妈世金刚好走出店门，有跟了过去，跑到5903号，可惜没追上。晚上恩杰找到难过的恩友，他们才知道了彼此的关系。白夜的老板是恩友的爷爷，也是恩杰的第一位老师，他们小时候曾短暂见过，因此恩杰决定去看爷爷。同时李灿发现小伙伴偷听新歌，因为之前和恩杰约好不外传，几个人就开始争抢。吴马洲动作快，抓着磁带直接跑去让世金爸频频看。他正快赴夜宴时，李灿追上来了，恰巧吴马洲的爸叫他回家。你不是那个乐队主唱，别让我失望了。与此同时，恩杰也正赶往夜宴，他累得在路边歇息。就在那时候，悲剧发生，恼羞成怒的继母把一切都归咎于他儿子，但这个家伙把怒气发泄到了无辜者头上。他撞了人，却选择跑掉，幸好被好心人记下了车牌。不久，李灿就被送进了医院。恩杰此刻除了难过，还满怀内疚。如果当天他没离开爸爸身边，或许悲剧就不会上演。他觉得一切都怪自己。不久之后，哥哥正好赶到医院，恰巧需要家人签手术同意书，哥哥就去处理这事了。但是昏迷中的李灿梦到自己考入首尔大学，他的乐队西瓜糖也大获成功，还兑现了给奶奶的承诺，让辛苦了半生的奶奶戴上学士帽。梦境是个美满的结局，可是李灿心里清楚，那只是个遥远的梦。在另一边，白夜的板头捡到李灿掉的录音带，正好撞见恩友正给警察提供线索，两人眼神一碰，了解情况的店长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录音带还是落他手里。恩友请求销毁它，或许能断了一连串厄运，但店长误会恩友是世金，回来其实是想问件事。事实上，世金这次回家就想知道爸爸为啥抛下他，但又怕真相让他们互相恐惧，所以没敢问出口。为什么要抛下我？知道我被别人领养后为啥不认回我？原来是老板觉得女儿看着挺幸福，不止有个有钱的家，还有爱她的爸妈，因为爸爸不忍心毁了孩子的幸福。恩佑承认世金一直很悲惨，总是活在别的孩子的影子里，从来没以真面目过日子。恩友嘱咐老板，如果碰到一个长得和自己一样的人问相同的问题，一定要耐心告诉他，他从没被自己丢弃，提醒他不是替代品，是出于爱才有的女儿崔世金。离开白夜琴行，恩佑默下心来，决定别管妈妈和外公的矛盾，担心搅局。这时候天上月亮有变，耳边突然传来急促的电话铃，古怪的店主来电，说明晚会出现双满月，时空门要开了，行程终于结束，能回到一开始的地点了。可在如今这样的局面下，恩杰怎能不闻不问地离开呢？店老板却说，如果不归现实，2-3年的岁月将化为虚无，95年之外的人会不会掀起预料不到的风波未知。话音落，他就挂了。恩杰这才突然醒转，李灿手术挺成功的，很快能搬普通病房。那晚恩杰在李灿床边守着，对不起爸爸，要没来这儿就不会出这事。他请求爸爸赶紧醒，因为他快要回现实了。第二天清晨，李灿茫然坐在床上，无论恩杰怎么呼唤，他都毫无回应。恩杰难以置信地轻拍他肩膀，我觉得很诡异，听不见任何声音，连自己的都不行。他这么说，恩杰泪流满面。奶奶听闻后急急忙忙跑进了病房，急忙看看孙子怎么了。其实对李灿的关切他猜着也能回答，但奶奶问个不停，他答非所问，也让奶奶大致了解了情况。奶奶不懂善良的孙子怎么会遇上这种苦难，他懊悔还没好好抱抱孙子，都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才好。恩杰想亲手对付那肇事者，偏偏这时正好碰上了恩友，已经把人给逮到了，抓到的正是清雅的亲哥尹周业。这时候清雅爸爸开始用手势和女儿沟通，清雅震惊的模样让他好像个犯错的小孩，担心自己的手势不够准确，赶紧拿起书本学起来，认真的样子让清雅忍不住笑出来。接着父女俩打算一起去国外逛画展。另一头，尹周业在警局辩称他没故意撞人，但证据确凿，他几乎说不清了。清雅传真给李灿，告诉他自己要陪爸爸去看画展，他挺高兴的。反观李灿却很郁闷，不管怎么换电视台或调高音量，他再怎么想办法，现实也不会因此而改变。清雅爸这次带他出国，根本就没想让他回头，早就给他找好了顶级聋哑学校，甚至愿负担所有李灿的治疗和大学学费，也不会帮忙尹周业。
而那个继母已经被法院逮捕了。一直在劝恩杰回归现实，但他无法离开深陷绝望的父亲。原来恩浩没跟恩杰说那事儿，就是怕他自责。有感觉95年的李灿该过自己的生活，23年的李灿和清雅，还有大哥恩浩正等着恩杰，还有我呢。总之他自作主张说，今晚9点家门口见。晚上回到家，有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忽然一阵怪声，就硬着头皮走进卧室，看见妈妈世金居然在摔东西，直接告诉他自己是他将来的女儿，还希望妈妈告诉养父母自己不是替代品，还想知道亲爹为啥抛弃自己。同时恩杰找到了自业的老板，得到了李灿没做完的作品。他提醒长辈要保重身体，如果碰到个在门口哭的男孩，别给他喝咖啡，他更爱喝牛奶。原来恩杰听了李灿的未完作品，回忆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。忽然磁带里传出了他的声音，谢谢你恩杰，多亏你我才能完成这个，在我心里有了期盼，总是在我身边。你老说自己是我儿子，其实我更觉得你像爸爸，虽然没感受过父爱，但因为你，我也尝到了那份温暖。为儿子，真心谢了。所以啊，下次我来做你爹吧。恩杰听了录音，哭得声嘶力竭，回头就进了病房。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李灿已经打招呼了。他知道恩杰要走了，但去向不明，是回家，去留学，还是别的什么地方。恩杰一次次说着对不起，李灿却想知道未来会怎样，能不能上大学，梦想能不能守住，以后还能听得见声音吧，做人是否真诚，生活过得还好吧，奶奶应该不用担心吧。恩杰直说，未来老婆很疼爸爸，孩子也挺敬爱他，他成了个好爸爸。可李灿已经听不见。恩杰手语交代，务必守住约定，勇敢面对难题，得自己当爸爸。李灿招了招手，示意恩杰坐床上，把他搂进怀里。别太难过，这只是个意外，哪怕我悲伤一阵，也不至于被生活打败。你就放心去吧，恩杰，等到你不再自责，我们再见面吧。父子俩紧紧拥抱，泪湿双眼。转个镜头，恩杰站在恩友家门前，那里只留下了一张便条。他先去了传送门，约好28年后重逢。恩佑赶路时，电动车断电，月亮开始变了。救命啊，有人吗？另一侧，恩杰拿回自己吉他，就在他离开店门那一瞬，听见了师傅的声音，对那个神秘老板，就是去世的师傅，世金的老爸，白夜的头儿。然后恩杰在清雅家突然醒来，未来真的变了。合照里多了外公，他试着找恩友，但他的手机停机了，连家都搬人了，也就是恩友的未来变了。恩杰担心自己会被困在95年。突然2个学生走过来，非要用2根头发来测爱情。不一会儿围了一大堆人，恩杰急忙上了商务车，车里坐的是前2-3年的乐队朋友，他们签了五马洲公司，已经变成超火的大明星，正要去参加个活动。活动现场到了，问他怎么这么晚才到，等会儿还得和我爸朋友打声招呼，爸妈去哪了。同时清雅到了现场，她现在是咱们高中的领导了，看出来清雅变了不少。她嘱咐恩杰同意加入，前提得是边工作边学习。清雅一进会场就和3位大叔打招呼，他们分别是西瓜头、王国和水人。在恩杰看来，他们3个还保持着高中时候的朝气蓬勃。这次活动原来是清雅家公司推出新乐器的发布，所有的焦点都落在了集团董事长李灿身上。他笑得很自信，谈梦想时说他要成立乐队，不光要征服全球，还想赢得家人芳心，却不幸变成了聋哑人。当时的他特别害怕，充满了恐惧和怒气，因为彻底绝望，甚至连话都不敢说。正想跳楼的时候，听见了那首未完成的曲子，最后没陷入彻底放弃。18岁前是能听见声音的，记得各种声响，也能幻想他们。后来的28年，在寂静里度过，所以季灿觉得自己能造出好听的声音。他一边说一边演奏，无声世界里反复练习的旋律。发布会就这么结束了。恩杰在后台偶遇正在等他的李灿，看见了没？我说过的吧，哪怕我人生垮了也不会垮，所以才让你别回头直接走，等你不再有愧疚的脸，那时候再来找我。就这样，父子俩的约定完成了。在恩杰去后台准备表演的时候，李灿捡到了他掉的磁带，直到现在才接受儿子时间穿梭的真相。故事终章。
恩杰和恩友终于迎来自己的结局。番外篇，原来恩友半路被困住了，恰巧碰上一辆经过的拖拉机，才赶得及时去见那位古怪的店主。其实他早猜到那店主就是外公，非常感激他让自己能见到年轻的妈妈。故事就此完结。